乌克兰开始主动进攻俄罗斯本土了。就在4月8号，乌克兰武装部队首次发布了炮轰俄本土的视频。当天呢，乌军是用火炮轰炸了俄边境城市别尔格罗德，轰炸呢一直持续到4月10号。对此，一向强势的俄罗斯却毫无反应。难道俄罗斯真的不行了吗？接下来跟着大兵一起来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就在4月8号，乌军炮兵部队炮击了俄境内别尔格罗德地区一个村庄附近的一个俄军阵地，此地呢距离乌边境仅有 1.3 公里。此前，乌军第4哈尔科夫边防支队的侦察兵发现了那里隐藏了一支俄军部队。炮击过后，乌克兰方面对外宣称，这次越境炮击行动是预防性的，目的是阻止俄军从该阵地出发进攻哈尔科夫。毕竟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呢，别尔格罗德一直是俄军进入乌境内的主要前进基地，这里集中了大量的俄军部队和武器弹药等各类物资，因此1年时间里屡屡遭到乌军袭击。但是此前乌克兰几乎从未承认过任何袭击行动，而本次炮击尚属首次。其实在去年的哈尔科夫大反攻后呢，乌军虽然夺回了哈尔科夫的大部分地区，但在反攻中俄乌边境线却发挥了重大作用。当时基辅禁止乌军跨越边境进入俄境内，即便有乌军部队在追击过程中意外进入，也会在意识到问题的第一时间里撤回到乌境内。可以说，这道俄乌边境线几乎相当于俄军的保命符，只要跨过边境线返回俄境内，就能摆脱乌军的追击。当时甚至发生了顿巴斯民兵由于不是俄公民被禁止跨越边境的尴尬问题。现在看来，乌克兰正在解除乌军头上的这道紧箍咒。虽然这次乌军并没有进入俄境内，但是已经开始炮击别尔格罗德的俄军部队了。最重要的是，这次很可能只是个开始，毕竟对乌军来说，别尔格罗德有太多诱人的猎物了，比如俄军集结地、军火库、油库以及调度中心等等。未来乌军完全能使用远程火炮、海马斯或者美国提供的 GDAM 卫星制导炸弹等武器，对这些目标进行大肆收割，算是乌军刷战功最快的方式。另外，这次炮击对俄罗斯的民心、俄军士气以及战斗意志造成了致命打击的同时呢，还加大了提升乌军的信心和胆气。现今乌军已经不是只能被动挨打，而到了逐步反攻俄军的阶段。有意思的是，俄罗斯虽然承认了这次炮击，但并未做出有效反应。被袭击的别尔格罗德州政府也只是张贴了通知，告知当地居民紧急疏散的注意事项。而在此之前呢，克里姆林宫曾威胁要对这类越境袭击进行严厉回击。按照以往的套路，俄军会对乌境内进行大规模的远程精确打击。现在呢，俄军的空袭力度几乎已经下降到1个月一次了，发射的导弹数量也不足100枚，侧面证明俄军工业已经无力维持俄军继续进行远程精确打击的强度了，不得不说有些打脸啊。现今回想1年前俄乌战争刚爆发的时期，俄罗斯肯定想不到别尔格罗德在1年后会不断的被乌克兰炮击。要知道，在战争初期，俄军呢是想3天拿下基辅，1周拿下乌克兰的。而如今战争持续了400多天，近14个月过去了，乌军从最早的被动防御变成了不断用无人机袭击俄本土，甚至毫无顾忌的直接炮击别尔格罗德地区，战线一直在慢慢向俄本土推进。恐怕当时没人想到会变成这样。此外，在4月8号，根据俄媒体的报道，俄防空系统击落了1枚乌克兰导弹，爆炸地点呢是费奥多西亚的俄防空导弹基地附近，但实际上是有2枚导弹，只有1枚被俄军击中，另1枚成功击中了目标，导致俄军 S-300 防空系统被炸毁，3名士兵受伤。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是处于克里米亚半岛区域的，距离前线接近260公里。好家伙，这让大兵不禁怀疑，是不是再过一段时间，那就要炸到莫斯科去了？那么现今俄乌战场前线双方的战况如何呢？截止到2023年4月12号，俄乌双方的焦点依然还是巴赫穆特区域。目前呢，在该地区，乌军驻扎有第93机步旅、国土防御第123、125旅、第53旅、第24艾达尔营以及第3突击旅，总人数在1万人左右。巴赫穆特市区只有2000人左右。
至于俄军方面，在巴赫穆特正规军和瓦格纳士兵约有2到3万人。其实乌军的目标很明确，就是牵制住这些俄军，减轻其他战线的压力，为春季反攻蓄力。根据前线指挥官消息和视频来判断呢，在巴赫穆特，目前双方正在火车站激烈交火，俄军有可能已经占领了火车站的主要建筑。火车站南面，俄军仍然在缓慢推进。从交火线来看，目前铁路线东面围绕交通旅馆周边，乌军仍然控制着一块长度大概500米、宽度200米左右的区域，而火车站北面警察局区域，俄军开始穿越铁路向乌军阵地发动试探性进攻。按照目前的战况变化，俄军可能在未来几天内控制火车站东面的区域。至于市内的柴可夫斯基大街和科尔松斯克大街的争夺，现今呢仍然在三角区域进行，只不过暂时很难了解这个区域的真实战况。此外，巴赫穆特的周边区域，俄军继续在西南方向的巴赫丹尼夫卡和赫洛莫维区域发动小规模进攻，均被乌军击退。期间呢，乌安全局发布的视频显示，又俘虏了许多俄军士兵。而西南方向呢，基本没有战斗的消息，但是整个巴赫穆特区域，俄军仍然在持续进行大规模的炮击。根据多方的消息，俄军有可能将巴赫穆特外围部分战线的瓦格纳雇佣军换成了其他俄军部队，这也是近期俄军进攻放缓的原因。而在顿涅茨克方向，该区域的战况激烈程度再次下降。从最新战报来看，双方交火的主要地点仍然集中于阿夫迪夫卡和马林卡区域，特别是马林卡地区，虽然俄军发动了10多次小规模步兵冲锋，但均被击退。期间被乌军摧毁了不少装备和人力。从最新的交火视频分析来看呢，俄军目前控制着马林卡70%的区域，乌军控制着30%。另外，在克里米纳周边区域，俄军仍然在组织步兵小规模试探性进攻，并未投入装甲车和坦克支援。最新战报显示，在迪布洛瓦周边区域，比洛格里夫卡东北、尚卡缅斯基区域双方有交火，其他区域炮击频率有所下降。而与赫尔松地区呢，双方还在进行炮击，不过一些乌军新组建的旅正在进行渡河演练。紧接着是扎波罗热方向，乌军加大了进攻力度，特别是对俄军的补给和后勤进行打击。还有就是在梅利托波尔，过去2周，俄军有15个目标被摧毁，包括仓库、机场、弹药库、补给线以及火车站都遭到了乌军远程打击。比较有意思的是，为了应对乌克兰的反攻，俄罗斯已经开始在扎波罗热挖战壕了。近日，欧航局的卫星图像显示，在梅利托波尔以东50公里处出现了一条约70公里长的俄军壕沟，看起来目前俄军很清楚自己的真实处境。此前1到3月进行的春季攻势根本没有从乌军手中夺回战略主动权，反而一直在耗费着人力和战略物资。现今随着北约豹2、挑战者2等先进坦克逐渐到位，再加上俄国内的一些情报称，乌军正在加强扎波罗热地区的情报工作，如何抵御即将到来的乌军春季反攻才是重点。另外呢，现今俄军的防线主要集中在赫尔松一带，俄方很害怕，如果乌军从赫尔松发起直指克里米亚半岛的进攻。从地图上呢，大家可以看见啊，赫尔松距离克里米亚半岛边缘只有78公里。一旦乌军进入了克里米亚，就宣示着俄罗斯强占克里米亚行动的失败，到时候俄黑海舰队也将失去停泊区域。近几日，俄乌双方的战线虽然变化不大，但在南部的赫尔松、扎波罗热交界处，俄军的炮击和轰炸的密度却一直在降低。北部的苏梅、哈尔科夫、卢甘斯克、切尔尼戈夫州的炮火更是降到了最低。根据近期俄军单日的袭击次数可以推断，俄军开始表现出力不从心的状态了。目前俄方袭击结构已经从之前的轰炸开路到人员冲锋，变成了以炮击为主、冷枪为辅的方式。例如4月2号，俄方就没有发动人员试探式越过交火线，仅仅是飞机轰炸加炮击了一些地区，并没有造成乌方的严重伤亡。相较于前一段时间，俄乌战场的交火程度正在快速下降。乌东部集团发言人谢尔盖·切雷瓦蒂宣称，虽然巴赫穆特仍是俄军的主要进攻目标，但是发生在巴赫穆特的战斗次数也在明显下降。相较于之前高峰时每天超过100次的进攻，现在瓦格纳每天仅发动20-30次进攻，而且一天呢只进行200多次炮击。
此外，切雷瓦蒂还指责瓦格纳首领普里戈金对外造假。他此前在宣布巴赫穆特市政府大楼被摧毁后，又宣布要去巴赫穆特市政大楼上展示俄国旗和瓦格纳的军旗。综上所述呢，现今整个俄乌战线的战斗强度都在下降，侧面证明了俄军在春季攻势失败后已经转为守势了，正在准备抵御乌军即将到来的春季大反攻。就在4月5号，美国再次宣布了新一批对乌援助，总价值约26亿美元。这次援助包括了短期和长期援助，前者价值5亿美元，主要是各类装备和弹药，能在短时间内交付；后者价值21亿美元，主要是美国未来为乌军采购的各类先进装备，只不过从订货到交付还需要一定时间。相较于此前的军援，这次援助更像是一个纯粹的弹药包，因为里面的大头是各类弹药和后勤设备，不仅有各类北约标准的120、155毫米炮弹、坦克弹药，还有数万25毫米弹药和导弹，以及数量不少的苏式弹药，包括122、130毫米炮弹、122毫米火箭弹等等。至于后勤装备呢，包含10辆用于运送重装备的 M1070 重型拖车、18辆装备抢修车和油料运输车辆等等。这里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些非战斗车辆并不如坦克、步战车的作用大。其实不然，战争打的就是后勤，这些装备发挥的作用一点不比战斗车辆小。毕竟在战时，前线坦克不可能毫发无损，被击伤时呢，若能够运到后方甚至波兰、捷克进行维修，过几天便又能投入前线作战了。但如果不能及时的运回去，就只能将其丢弃在战场上或者摧毁，等于硬实力又少了一块。另外，对于那些因为缺乏油料而无法动弹的部队，一辆油罐车对于其来说呢，无疑是天降甘霖。与此同时，在4月10号，丹麦国防大臣特波尔森在敖德萨与乌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的简报会上表示，丹麦计划在下个月向乌军交付19辆凯撒榴弹炮。特波尔森坦承，丹麦没有更多的豹2坦克，不过呢，却宣称将在夏季援乌约100辆豹1坦克。而随着豹1的加入，将进一步提升乌军坦克部队的作战能力。虽然豹1防御力较弱，但是呢，乌军可以给他们挂上爆炸反应装甲，以此提升豹1的抗穿甲能力。未来100辆豹1能够组成3个坦克连，可以分派给3个旅作为进攻矛头或者支援步兵使用。此外呢，之后不排除另外一些国家也将向乌克兰提供豹1坦克，比如荷兰、比利时、德国等等。同一日，继波兰和斯洛伐克之后，保加利亚确认将向乌克兰转让米格29战机。该国目前拥有19架米格29，其中6架状态良好，可以在短时间内交付。从乌国防部发布的一些照片和视频来看呢，此前援乌的那些米格29已经具备了发射美制 AGM-88 反辐射导弹的能力。乌空军目前拥有的这些米格29，再加上原本就拥有的那些米格29苏27，虽然没法和俄空军正面对抗，但是在对地攻击、拦截俄军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前线阻击俄军攻击机、战斗轰炸机和武装直升机等方面呢，依然能够发挥很大的用武之地。总结来说，现今的乌军已经不用再疲于应付俄军的进攻了，已经拥有了主动进攻的能力。这次直接打击别尔格罗德就是很好的证明。那么大家认为乌军的大反攻还缺什么武器呢？欢迎在评论区内讨论。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内指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